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狐妖小关系编曲权威报道设置，袁冰妍一路出局。熟悉此事的人发现他将重新回到马鞍上。9月22日，狐妖小关系编曲正式报道了完整设置，其中女2号涂山丫丫的艺人就是最近被称为郭晓婷。不管怎样，很明显，袁冰妍最初就是涂山丫丫的艺人。袁冰妍因琉璃一举成名后，出演了无数中小成本的老人体模型节目，但对 S 家的大范围创作却普遍望尘莫及。当她拿到后续的狐妖小关系编曲女主时，粉丝们都为自己高兴极了，觉得她终于协调进了 S 家圈。虽说这次是女2，下次说不定会是女1呢。顿时，粉丝们的期待很快就没有尽头了。袁冰妍在一场非法动乱中退出了狐妖小关系编曲团队，大约在那个时候，估计是郭晓婷或者朱旭丹取代了她。这一次，狐妖小中介的权威安排更是让网友们纷纷议论纷纷，袁冰妍彻底出局了。尽管如此，这不是真的。有知情人士放猫出笼，袁冰妍的反弹是正常的，后面还有很多后续。最重要的是，袁冰妍自己的记录并没有被禁止。9月18日，她发文，点赞和评论数不胜数，名气就等于第一，可见粉丝的忠诚度异常高。同样，袁冰妍的组织也没有抛弃她。袁冰妍被记录在2个机构，一个是欢瑞世纪，另一个是与欢瑞世纪隔绝的诺信传媒。然而，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组织都没有将她淘汰。在欢瑞世纪权威遗址的工匠板块中，袁冰妍还处于正常的破旧的位置。欢瑞的权威网站由优秀的工作人员跟上，不断更新着新的消息。之前离开欢瑞的工匠都被及时带走，可见欢瑞世纪是故意保留袁冰妍的资料。还有诺信传媒直接把袁冰妍放在了横幅的 C 位。很显然，周雨彤走后，袁冰妍是货真价实的诺信姐姐，每一次的新年大旗都是合法的 C 位。在袁冰妍的风波之后，诺信曾在今年的仲冬联欢会上张贴庆祝明星的横幅。袁冰妍现在还是 C 位，和之前在组织中的地位一样，很像。同样，被粉丝们普遍担心的袁冰妍的作品也备受关注。袁冰妍还有几部即将上映的《花落在玉你》魅惑清欢雷球的消息。各游乐博主爆料，袁冰妍、刘雪怡主演的《花落在玉你》已经通过预审，将于9月下旬进行交流。此外，出演魅惑清欢的钟汉良、袁冰妍最近也推出了精彩的版本。中秋节时，他还因权威缩影送出的李琦而被人们铭记。还有内部人士同样揭开了袁冰妍的真实情况。一位知情人士说，处罚规定是分期不理想，申请也不是避税的附带条件，但消息一出，一个个都说他是避税，节拍提高了。网友也表示，真的，袁冰妍的缺点没有上升到抵制的程度。其他网友也重复说，只要有机会可以交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正是从这些迹象来看，很多人都觉得袁冰妍的反弹很有希望。不管她是否回来，她都无法对狐妖小关系编曲保持警惕，很多团都应该尽量不和她合作，以防万一，所以这场风波对她的影响是淡不少。作为标准的网友，我对很多事情几乎一无所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工匠应该遵守法律，始终专注于自己的言行。02狐妖小由月红 Par 全编的权威宣言敦。杨幂和龚俊的颜值这么美，你说是不是很期待呢？此前狐狸精小关系编曲月红曾送出几张特辑，主动激发了网友们的兴趣。杨幂和龚俊这2位主演在剧中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谁将扮演相反的角色，都是狂热的话题。终于，
狐妖小红娘月红的正版账号推出了主要演员的剧照，并对整体阵容做出正版声明。杨幂饰演女主角涂山红红，龚俊西蒙饰演男主角东方月。在整体阵容的正版声明之后，正版账号还推出了开动仪式的图片，演员和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以保持开孔仪式。在 Q4 仪式上，龚俊和杨幂还穿着正版声明海报内的同款服装。必须指出，适当的似乎是适当的，即使他们脱离了遗产并放在了剧中，剧中携带服装的2个人现在也不会再感到他们每天存在的尴尬。当然，对面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也在场，大家一起拍了一组照片。显示器的制造商王一旭还在他的微博上发布了任何其他男女主角的形象。看来场景和造型都很精致，我更加期待这部剧了。03电视剧集《狐妖小红娘》因为正式推出就被撕了这么快。自从动漫《狐妖小红娘》的影视选角被选中后，便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尤其是化妆图一出现，就引发了很多讨论。女主的粉色狐狸耳朵没有露出来，男主的妆发也更不适合月初的男女。在这些声音中，粉丝角色也成为了一个必须讨论的话题。杨幂成名几十年，堪称巅峰级。龚俊的新流量，在很多人的眼里，杨幂并不总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声音。我感觉这部剧虽然被称为狐妖小红娘，但现在已经不是绝对的围绕着涂山红红了，更接近于小道士和苏苏的故事。有些人认为东方月是显示器的注意力和隐形的男主角。上届筹资大会的照片也引发了讨论。杨幂的色块比龚俊大，于是又开始争论地点。事实上，粉丝角色一直在寻找浓缩咖啡的角色，以花千骨为例。虽然故事特别是通过女主的方式进行劝导，但由于男主霍建华相当合格，第2次是赵丽颖。而这一次，群里立刻介绍杨幂便在前面，龚俊便在后面。这已经确定了谁是2号，谁是1号。不过也有网友发现，在群里介绍发布后，他们把男主的微博放到了顶峰，之后出现了龚俊杨幂命里的词条。这是一个标准规则，谁购买了新的搜索，谁的电话是第1位的。有一些狂热者认为有一个模糊位置的练习。随后，两方面的狂热分子开始争吵起来。一个说对面的受陈庆贺导演和演戏偏虐，一个说第2个存在变成比天还好。然后是年龄看起来攻击，而王一旭也回答说地点已经确定。没有任何人想要保留讨论，而挡住女人的狂热分子更是无稽之谈。他阻止了发表可怕评论的法案。没有人知道是谁做出了第1步，每个人似乎都是对的。考虑到杨幂的加盟，狐妖已经非常有名了，女帮功能的选角让很多人高兴。帅男神剧虽然注定会变，但不能对观众的好感产生影响。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因素可以争论它，结果不是很明显吗？ Espresso 的作用是固定的，虽然不知道是谁先撕下来的，但杨幂肯定没有人说是错的。粉丝们其实并不需要像很挑剔的那样去研究大张旗鼓，谁有真正的综合表现，谁就有合同。最关键的方面并不总是为你的偶像创造一个追剧的好环境。该剧是否正确或现在不再依赖于该剧播出后的影响。因斯特亚蒂浪费时间撕毁已经完成结果的事情，关注自己并上传对偶像的认可要高得多。不管是骡子还是马，我们一边看剧一边看。让我们坐等电视剧集《狐妖小红娘》。